蓝湛，我说了没事吧？魏无羡咳了一声，打破了沉默。他得承认那声惊呼，他是故意发出的。蓝忘机嗯了一声，还是拿帕子沾了水在伤口周围擦拭了一番，看着桌上翻出来的药盒布，抿紧了唇。蓝湛，你生气了吗？见蓝忘机只默不作声地给他擦拭已经没有了血痕的手指，魏无羡心下还有些忐忑。蓝忘机加重了点力道，在他手指处按压了下，没好气道：我生什么气？我难不成还盼着你受伤不成？他不过就是有被魏无羡那声惊呼给吓到，如今瞧着他没事，平复一下心跳罢了。魏无羡小心打量了他一会，见他真没有生气，舒出一口气，拿肩膀碰了碰他。那你刚刚怎么不说话？蓝忘机白了他一眼，突然笑了下。魏无羡直觉不好，下意识后退了一步，被蓝忘机一把抓住了手。我不是说了要替你包扎一下吗？他说包扎就是真的包扎。魏无羡几乎愈合到不可见的小伤口，被蓝忘机连指带臂包成了个大粽子。魏无羡，蓝忘机拍了拍手，满意的看着自己包出来的大粽子，心情颇好的将药膏放回原处，美滋滋的出了屋。魏无羡看着自己被包扎的僵硬的手臂，无奈的摇了摇头，眸中却半丝责怪也无。两人在房间磨蹭的这会，聂怀桑已经在院子里喊开饭。蓝忘机皱紧了小眉头，看着聂怀桑一脸心虚的招呼他们，眉心跳了跳。怀桑，你这做的是给我们吃的？聂怀桑点了点头，小声道：阿占，这是我第一次下厨，这个那个卖相是差了点，但味道应该还可以。他这话说的倒是毫不心虚，甚至还无意识挺了挺胸脯。蓝忘机艰难咽了口唾沫，对他这话表示质疑。这何止是卖相差了点，这玩意有卖相这东西吗？很显然是没有，但聂怀桑期待的神色太明显，蓝忘机有那么一丢丢不想让他失望，颤颤巍巍地夹了一筷子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塞进了聂怀桑嘴里。场面一度很寂静，片刻后，聂怀桑的一声惊呼惊飞了落在树梢的鸟。阿占，你是不是想谋杀我？这么难吃的鬼玩意，你往我嘴里塞？蓝忘机眨了眨眼，很无辜地看着他，提醒说：怀桑，这难吃的鬼玩意出自你之手话落。突然反应过来，一拍大腿，气呼呼地反问：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原来是想谋杀我？聂怀桑跑到水井旁，咕噜噜灌了一勺水又吐出，如此循环往复了好几次。闻言摇头，含含糊糊反驳：我不是，我没有。魏无羡拿那只没被包扎过灵活异常的手扯了扯蓝忘机的袖子，可怜巴巴又小声地问他是不是只想谋杀我。蓝忘机瞪大了眼，不可置信地指着聂怀桑，一脸痛心疾首的模样。怀桑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。聂怀桑，聂怀桑深觉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比在他大哥手底下偷摸着看画本还难。痛定思痛之后，决定辞行。这个小院他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听他说要走，蓝忘机还有些意外，聂怀桑也不好说，他实在是藏不住两人的迫害了，只说是想去其他地方走走转转。蓝忘机听他这样一说，后知后觉想起来，他是出来历练的。出来第一天遇上了魏无羡，第二天跟着魏无羡回了家，如今几月过去，他都忘了还有历练这回事，心虚了那么几秒，他决定也向魏无羡辞行，历练为时1年，他总不能真的在魏无羡家待到历练结束。聂怀桑要走，魏无羡并不意外。蓝忘机说要跟着一起走时，魏无羡心头陡然一沉，勉强扯出了个笑来。蓝湛，怎么这么突然说要走？蓝忘机心下不舍，还有些说不出来的难受，也没注意到魏无羡的不对劲，叹了一声道：我总不能一直在你这里住着，为什么不能？下意识的问话一出，魏无羡自己也愣了。我是说，只要你愿意，你想待多久就可以待多久，可我总归是要走的。蓝忘机情绪明显有些低落，他一向不擅长隐藏情绪，这会把舍不得几乎挂在了脸上。魏无羡看得颇不是滋味，这几月的相处，他差点忘了蓝湛他不过是离家出走的小公子，他不可能真的一直不回家。两人说话的间隙，聂怀桑已经收拾好了东西，美滋滋的同两人告别时，听说蓝忘机也要跟着他一道走，聂怀桑犹觉晴天霹雳，大脑嗡了好一会，艰难道：阿占，你怎么也要走？蓝忘机瞪了他一眼：我出来历练的，你难道不知道？
说罢，又瞪了他一眼，你这表情什么意思？你不乐意我跟着？聂怀桑心下疯狂点头，嘴上却连连反驳，怎么会？我怎么会不乐意呢？我非常乐意。他这话说得飞快，生怕慢了一秒，就说不出这么违心的话来了。他何止是不乐意，他可太不乐意了。但这话他不敢说，也不是他胆小，就小公子揍人还是挺疼的。魏无羡垂眸不知在想些什么，聂怀桑苦巴巴地抱了包袱，坐在门槛处等蓝忘机收拾好。见魏无羡难得的没有要帮蓝忘机收拾的意思，好奇地看了他一眼又一眼。蓝湛他不是离家出走？在聂怀桑又一次忍不住偷看他时，魏无羡才终于抬起了头。你听谁说的他是离家出走的？聂怀桑紧了紧手里的包袱，往一侧挪了挪，给魏无羡让出了半边位置。我猜的两人相处了那么久，他一直忘了问，蓝忘机也一直忘了说，在此之前，他甚至没有想过蓝忘机会走这个问题。不是，他是出来历练的。至于具体的，你让他自己和你说吧，你知道的，只要你开口问，他就一定会和你说。瞥了眼屋内故意收拾的磨磨蹭蹭的人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魏无羡沉默着没说话，片刻后，聂怀桑伸手在他跟前晃了晃，好奇道：“你怎么还不去收拾你的东西？”魏无羡愣了愣，反应慢了半拍：“收拾我的东西？你不一起吗？”聂怀桑看起来比他还愣，突然反应过来：“你不跟我们一起？”他似乎还有些不可置信，声音都高了一个度。魏无羡一抚额，低低笑出声来。第一次看聂怀桑顺眼了些，伸手在他肩膀上一拍：“我当然跟着一起走，你这人笨手笨脚的，蓝湛和你一起，我不放心。”聂怀桑无语地白了他一眼，心道这两口子没一个好的。突然眸光一转，不太确定道：“你不会是还没有同阿湛告白过吧？”魏无羡微微瞪圆了眼，下意识反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蓝湛？”聂怀桑沉默了好半晌，指了指自己的眼睛：“我又不瞎那么明显的爱意，他哪里会看不出来？还有那些对他莫名其妙的敌意，不过是对蓝忘机的占有欲。平日里两人相处的跟热恋中的小情侣似的，原来竟然连窗户纸都还没有捅破。”魏无羡也跟着沉默，摸了摸鼻子，压低了声音问：“真的很明显吗？那你说蓝湛他能看出来吗？”聂怀桑默默离他远了点，他如今深谙一个道理，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必须远离魏无羡和蓝忘机。那你看出来阿湛喜欢你吗？魏无羡闻言，嘴角笑意拉大，脸上还罕见的带了些不好意思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蓝湛他也喜欢我？聂怀桑眉心抑制不住跳了跳，这个问题他拒绝作答。